上个周末，芬妮姐姐收到了一个新的好申请。这个新朋友跟以往的不一样，她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请问你们之前卖没卖过福冈的房子？”原来这个客户是个海外投资的老手，之前投资过不少全球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也买过几套东京的小公寓收益都还不错。去年他购入了一栋在福冈的小楼，花了大概400万人民币。当时中介出的非常的好，地段不错，满租中收益能够达到8%。但是都知道这就成为了他海外投资生涯里面的第一个滑铁卢。这栋位于福冈的小楼买入不到半年就陆续有租客退租，目前呢已经空了一半，扣掉维护成本，收益从最初的8%直线下降到3%。碰碰运气找到了我们日本团队，希望能够尽快出手。只不过在经过调查之后呢，我们也只能回复这位客户回转周期会有些长。我们一直都在说日本房产回报比较高还省心，一旦买对了房呢，就相当于买对了一个投资理财产品，只要坐等收钱就行了。但问题就是买在哪里是个前提。我是大家随意的芬妮小姐姐，海外投资移民圈14年的经验。视频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也请大家打开小铃铛，不要错过每一期我的干货知识分享。长租买东京，长租买东京，长租还是买东京，这是不了解日本的外国人投资日本的最优选。衡量一个地区呢适不适合买长租房，人口和产业发展是最重要的指标而这两个指标呢落到了日本这个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这就可以简化成人口重要条件而在日本呢，超过30%的人口集中在东京首都圈，但即使在首都圈内部也有人口密度高低的区别。东京23区的人口密度基本都是在15000人每平方千米以上，但在多摩地区的其他城市人口密度则下滑到了10000人每平方千米，而在首都圈的千叶县平均人口密度只有1945人每平方千米，连东京23区人口密度的零头都不到。另外在这些地方的租房市场普遍比较冷清。从日本房地产公司 At Homes 公布的一个公开数据可以看到，疫情之前的2019年东京23区租房总成交量占整个首都圈的44%，意味着整个首都圈的租房成交几乎都完成在东京的市中心。这里呢就开始放干货了。那么投资日本公寓和一些住宅楼盘到底有没有哪些坑需要去躲避呢？那我今天跟大家去讲讲日本投资中小型公寓的其中有3大隐患。第一，租赁的不确定性。这类公寓通常吸引学生和资金经济状况比较弱的人群，租客的相对不稳定性可能导致了空置期较长，租金未支付的风险也比较高。因为日本法律呢保护租客的权益，解除租赁合同的程序非常的复杂。第二个，维修成本跟老化的设备。购买年代较旧的日本的小型公寓呢，可能要面临巨额的维修费用，因为在大规模的维修的时候，老化的建筑呢可能需要大规模的这个维修，修缮资金呢可能不足还需要额外的费用。同时内部设施如排水系统、空调、热水器等等老化的设备的更换呢，也会带来额外的支出。第三个就是转售的难度小型公寓市场饱和，缺乏独特性，导致较快的资产贬值。这类物业呢通常是投资性质而非自住性质，因此在市场上难以找到买家，尤其是如果没有特殊的卖点或者是附加的价值。此外呢，日本都市呢更新政策的推进呢，使得市场上出售的物业数量众多，进一步增加了竞争，使小型公寓呢更加难以的转售。还有的时候呢，会有一条看似贴心实则后患无穷的条款，那就是不动产公司直接全面租赁管理30年。虽然不动产公司直接全面租赁看起来不错，但仔细观察，每个月的收入要先扣除管理费的10%，也就是我能够实际到手的只剩下90%了。全面租赁合同当中写明了租赁期限的上限是30年，而不是固定的30年。此外呢，合同还包含了很多的附加条款，规定了每2年更新一次，因此无法预测何时不动产公司可以解除租赁合同。合同总体上是限制了我们作为房东解除合同的权利，但对于承租的不动产公司来讲，解除合同的条件却相对来说比较宽松，这使得房东面临不利和不稳定的局面。芬妮姐姐从事房地产批发商起家14年呢，从业经验在海外身份配置和海外地产投资方面帮助了上千组客户。关于日本房地产的内容呢，我会持续的输出干货，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私信我或者在视频内容下评论，欢迎交流，我们下期见。